他没有像很多高僧那样翻译过成百上千卷的经书，也没有修建过宏伟的寺庙，他仅凭着几百字的二入四行观，就开创了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1000多年的禅宗法脉，他就是禅宗的初祖菩提达摩。那这位本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天竺王子，为什么会在晚年漂洋过海来到完全陌生的中原？又是怎么把禅的智慧埋进无数人的心里，成为禅宗的初祖呢？大约在公元5世纪初的南印度，有一个名叫香治国的国家，达摩就是这个香治国国王的第3个儿子，原名叫菩提多罗，属于地位非常尊贵的刹帝利阶层，所以他以后哪怕不继承王位，也会很舒服的过完一生。但是这个小王子是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事儿，也不去享受生活，看到周围的人为了利益勾心斗角的，就觉得他们争夺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。他有着更宏大的追求，就是想要寻找一条能让人内心真正解脱的道路。可是身边没人指点，始终找不到方向。就在菩提多罗陷入这种困惑的时候，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来到了香治国。这个人就是西天的27祖般若多罗。当时的香治国国王非常信奉佛法，说高僧般若多罗游历到了自己的国家，就把他请到了王宫里。般若多罗在王宫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呢，就注意到了国王的这3个儿子，尤其是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3王子菩提多罗。为了试探这3个年轻人的心境，般若多罗决定做一次测试。然后有一天呢，般若多罗就把3个王子都叫了过来，拿出了一颗非常珍贵的宝珠，对他们说：你们都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你们来看看这颗宝珠，在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比它更珍贵吗？这大王子和2王子看到宝珠后眼睛都亮了，他们就连连摇头说：这可是罕见的珍宝啊，这个世上肯定找不出比这更贵重的东西了。般若多罗听了也没有说话，就看向站在一旁的3王子菩提多罗，而菩提多罗看着宝珠却是非常平静地说：这颗珠子发出的只是世俗的光芒，在我看来啊，智慧的光芒才是至高无上的。般若多罗听他这么说，心里就感到非常欣慰。他看出来眼前这个年轻人虽然穿着华丽的衣服，身份也很高贵，但是内心已经没有对物质的贪恋，也具备了传承大法的根基。于是般若多罗就收他为徒，并给他赐名为菩提达摩。这个名字在古印度语里的意思就是通达佛法的人。达摩出家后并没有去给人讲经说法，恰恰相反，他选择了最底层的修行方式。他在般若多罗的身边更像是一个普通的仆人，每天都做着打扫庭院、端茶倒水这些工作。而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40年。这40年的时间，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急躁的情绪，没有抱怨过命运的不公平。他也从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变成了满脸皱纹的老年人。但也正是这些枯燥乏味的体力劳动，才让他能打磨自己的心性。直到有一天，年迈的般若多罗就把达摩叫到了床前，对他说：你虽然已经得法，但现在还不是你远游的时候。等我圆寂的67年之后，你要去到东方的日出之国震旦，去度化那里真正有慧根的人。不久之后，般若多罗圆寂，而达摩也没有违背师父的遗嘱，选择了留在南天竺继续传法。他亲眼看着曾经一起修行的同伴们变老和死去，自己的弟子们也都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。而已经100多岁的达摩也终于等到了跟师父约定的日子。这位已经老的几乎分辨不出真实年纪的僧人告别了家乡，登上了一艘驶向东方日出之国的商船。史书上也只用了泛海来华繁3州寒暑这几个字来简单形容他的这次旅程。3年之后，这艘历经无数风浪的木船停靠在了广州的港口，达摩也终于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。当时的广州刺史萧昂听说从天竺来了一位高僧，那是相当的重视，就用最高的礼节接待了达摩。紧接着就把这个消息上报给了当时的南梁皇帝梁武帝，而这位梁武帝对佛学简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。他不仅自己吃素，还撰写了断酒肉文，下令全国寺院的僧人都不能吃肉。这也就成了汉传佛教全面禁止吃肉的关键转折。而且他还盖了很多寺庙，抄写了无数的经书，甚至好几次脱下龙袍自己跑到寺庙里去出家当和尚，然后再让大臣们凑钱去把
它赎回来，以这种方式为寺庙捐款。后来的晚唐诗人杜牧也用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南朝时期佛教的昌盛。当梁武帝得知有位高僧从天竺来，自然也是非常高兴，就立刻派了专使不远千里的把达摩请到了国都建康，也就是今天的南京。而就在建康的皇宫里，俩人就留下了禅宗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段问答。朕修建了数不清的寺庙，抄写了无数的佛经，供养了成千上万的僧人，做了这么多善事，有多大功德呢？没有任何功德。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功德？您做的这些善事，只为求取世俗中福报，是有目的的，就像影子一样，看着是有，其实并不真实。那你告诉我，佛法里最根本、最神圣的真理，到底是什么？空空荡荡，并没有什么是神圣的。既然你说什么都没有，那现在站在朕面前跟朕说话的这个人又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他们的这段对话也成了佛教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段公案。达摩的这句我不知道，可并不是说他年纪大了就失忆了，而是他早已经彻底放下了对自我的执着，他不再用世俗的身份和头衔来定义自己。在他的境界里，没有固定不变的我，也就没有了那个对立的你。可是梁武帝却听不懂，他也不想再听下去了，就草草地结束了这次会面。达摩也明白了这里的人太看重表面上的成就，把佛法当成了一场求取福报的交易，并没有准备好去探究内心的清净，所以在这里没有他要找的人。不久之后，达摩离开了建康，他就一路向北来到了长江边。可是这附近却没有渡船，他就随手折下了一根芦苇抛在江面上，然后就踩着这根芦苇渡过了长江。这也就是著名的一苇渡江的故事。达摩渡过长江后，就来到了北魏的都城洛阳。刚到了洛阳城，他就被一座宏伟的寺庙震撼到了。这座寺庙里有一座金碧辉煌的9层佛塔，顶上也挂着金色的塔盘。达摩看着眼前的佛塔，也是赞叹到佛经里描绘的极乐世界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吧。然后他在塔前就双手合十站了好几天，不停地口念南无佛。洛阳城虽然繁华，出家人也非常多，可这里的修行风气依旧让达摩感到失望。北方的和尚们特别重视讲授经文，都喜欢坐在高高的台子上，拿着经书讨论高深的理论，然后互相辩论。当达摩开始传播他那种讲究摒弃杂念，不需要执着于文字的禅法时，立刻就引来了当时主流佛教界的反感。很多有名的法师觉得他是个异类，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甚至认为他讲的是歪理邪说，还会在公开场合嘲笑诽谤他。达摩面对这些非议依然没有争辩，而是离开了洛阳城，走进了嵩山深处的少林寺。在古籍《景德传灯录》里面记载着，欲止于嵩山少林寺，面壁而坐，终日默然，人莫之侧，谓之闭关婆罗门。意思就是他在少林寺里面对着一面石壁坐着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周围的人也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还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闭关婆罗门。达摩的面壁而坐也并不是简单的盯着一块石头看，而是一种修行方式，就是要让自己的心像这墙壁一样，不能被外界的变化和内心的杂念干扰。他的这个教法的核心是2入4行，二入就是理入和行入，理入就是要理解佛理，行入的意思就是要在生活中去实践。4行分为抱怨行、随缘行、无所求行和称法行。简单来说就是，如果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情，不要去抱怨，因为这是过去因果带来的，要平静的去接受。要是遇到了好事呢，也不要过于得意，因为这是缘分的凑巧，而缘分尽了，自然也就没了。做事也不能总是想着回报，更不要被私心和情绪牵着走。在达摩面壁的这9年里，还收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弟子，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禅宗二祖慧可。在《续高僧传》里记载，慧可本来叫神光，在遇到达摩之前就已经在洛阳生活了很久，也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。可是他书读得越多，心里的困惑也就越深。
后来他听说少林寺来了一位天竺的高僧，就来到少林寺，想让达摩为他解开心中的疑惑。可是面对慧可的拜访，达摩始终是不为所动。后来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夜里，慧可砍下自己的手臂，向达摩证明自己为了求得真理，连身体都可以不要。这也就是后世广为流传的断臂求法的故事。其实关于慧可的断臂，在史料中还有着不同的记载，这里就不过多展开，以后再单独讲述二祖慧可的故事。9年之后，达摩把徒弟们都叫了过来，对他们说，现在我的时间快到了，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，都来说说悟到了什么吧。弟子道父说，按我的理解呀，佛法不能执着于文字，但也不能完全脱离文字，要把文字当作工具来使用。达摩就点了点头说，你得到了我的皮。然后比丘尼总持说，我现在的理解就像阿难尊者见到了佛国，看了一眼就再也看不见了，意思就是我好像看到了真正的佛法，但还没有完全悟透。达摩说，你得到了我的肉。接着是道玉，他说，世间万物本来就是空的，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法是可以得到的。达摩说，你得到了我的骨。最后就轮到了慧可。可是慧可走上前，什么话也没说，他只是恭敬地给达摩磕了个头，然后站起来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。达摩看着慧可说，你得到了我的髓。接着达摩就把释迦牟尼传下来的袈裟和4卷楞伽经交给了慧可，并郑重地对他说，当年佛陀把正法掩藏传给了迦叶，后来传到我这里，现在我把禅法传给你，这件袈裟以后就是你得法的凭证。等我去世200年后，这件袈裟就不要再传了，因为那时候禅法已经传遍天下。最后呢，达摩还留下了一首著名的寄语，吾本来兹土，传法救迷情，一花开5叶，结果自然成。意思就是我来到中土是为了传下禅法，帮助迷惑的人，将来禅宗会像一朵花一样开出5片叶子，发展出不同宗派，最终结出丰硕的果实。根据《景德传灯录》里记载，达摩来这些年还遭到了6次的下毒，前5次他没有揭穿，都是以神通化解。到了第6次被下毒的时候，达摩觉得自己已经把衣钵传给了慧可，寻找传人的使命也已经完成，所以这一次他从容地吃下有毒的饭菜，接受了自己的结局。公元536年的10月5日，这位从南天竺来的高僧圆寂，遗体被安葬在熊耳山的定林寺。3年之后，北魏有个叫宋云的使臣出使西域回来，当他走到葱岭的时候，迎面就走来了一个人，这人手里还提着一只鞋。宋云一看，这不就是已经圆寂了的达摩大师吗？他赶紧走上前问大师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达摩就笑着说，回西天去。然后他又对宋云说，你的主子已经厌倦这个世界了。宋云当时听的是一头雾水，而等他回到洛阳，才发现原来的皇帝已经驾崩了。宋云就把在葱岭遇到达摩的事情报告给了朝廷，朝廷听到后也是非常的疑惑，就下令打开达摩的陵墓，却发现棺材里面并没有尸骨，只有一只旧鞋。这就是禅宗初祖达摩的故事。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